11的假期啊，我是从韶关过大余至上游，再到赣州城内。广东和江西的交界就是梅岭之上的梅关。这个梅关横跨的古道，既是2400多年前秦统一岭南第2年就开辟的大庾岭古道，也是张九龄为了家乡子弟得以出岭南，向玄宗请命拓宽的重要的通途。这位韶关不世出的才俊，为了修筑此路，曾豪言梅岭不得通斗郡，便在岭上筑我坟。从此这条路上有因谏言而获罪被贬至潮州的韩愈，也有被贬至惠州再到海南的苏轼，还有反复穿插于韶关上游崇义之间剿匪的王守仁，还有藏身于梅岭群山之间打算此去全台招救部的陈毅元帅。如今我驱车只有6个小时的路程，在当年是天堑，是中原王朝的力量极限，是歧路，是隔绝文化与人才流动的瓶颈，是山高水深的土匪窝，也是革命被围剿时的庇护所。无论哪一个阶段，这一条路上的人民都是辛苦的、边远的、贫困的，甚至于说是苦难的。而我现在经过这一路时，看到的是山清水秀，通路坦途，屋舍俨然，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此前的视频里我说，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这些像末梢血管一样的地方能得到的资源和发展，才是观察国家经济主动脉是不是很健康的基本面。房子是多久修的，门口停着多少私家小车，外墙有没有粉刷过，甚至我女儿都能看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村子的房子里都没有装防盗网了，看起来就比以前漂亮了。而如果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上来说，这不就是张九龄、韩退之、苏东坡、王守仁和陈大将都为之奋斗和努力的盛世该有的样子吗？他们如果能看到，该是何等的欣慰自豪。曾经最闭塞、最蛮荒、最容易爆发匪患和最远离中央边长的山沟沟里，是比肩阿尔卑斯山从瑞士到德国一路的风景，是独属于中国的宁河的田园诗意，是一路纪念着先贤们的石碑、牌匾和书院公园。今天呢，我到了赣州的老城内，宋嘉定年间修筑的军门楼前矗立着对赣州贡献最大的4位先贤：赵卞、刘仪、周敦颐和文天祥。4贤坊旁边就是辛弃疾写下西北望长安可恋无数山的那座玉姑台。当年的那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待到今日来看，中华儿女为保金瓯无缺的志气，确实如江水一般代代传承，未曾断绝。如果说我们的历史决定了我们的政治选择，而我们的政治选择其实是对于自身经济制度探索的集中体现，那么中国的书生们，书生里挺身而出的文人们，文人中苟利国家生死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圣人们，其实才是构成我们的历史，构成这个历史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民族意志的关键基因。各位要明白啊，想看懂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首先就要理解中国。中国的当下是源于自身的历史的，而中国的人民创造了我们的历史。中国的文人们则不断地跨时空地改造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钱穆说，自进入战国，平民学者就彻底地掌握了国家文化的主导权，他们绝不肯忠于他们所隶属的领地或者市镇吉尔特或者某些家族国君之下。他们当时可称为抱有全地域、超家族、超职业的具有天下观和世界观的学者。他们内心真实忠于的是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对此，我还有一个更为引申的暴论啊，即称职的中国文人永远会背叛自己所属的阶级，只会对自己的天道献上无尽的忠诚，而天道即民意。其实看着梅关古道上走过的那些被纪念的贬谪的官员们，哪一个不是为民请命才被庙堂踢出权贵圈的核心呢？哪一个不是被贬一方就为政一方，教化一方？上次写韩愈在潮州为官，当时潮州相比于中原是非常蛮荒的，瘴气横行，鳄鱼为患，赋税苛重，文化落后，百姓蒙昧。韩愈在潮州期间，在政务、民生、经济和教育上面的大力改革，除弊立新，造就了如今的粤东重镇、海滨邹鲁的潮州。之前视频里曾提及过此事，有位粉丝留言让我很感动，说韩文公对于潮州的学生的影响至今都很强大。潮州当地的鬼神之风也跟闽南地区有着很大的分别，就是因为文公曾开民志于此，潮州的学子们承教于他，不能忘怀。同样的感受我在崇义也有，从广东进入江西的第一个县就是崇义，这个名字就是王阳明在1517年剿匪成功之后为当地所取，寄望此地日后可以崇尚礼义。王守仁出入官场第6年，就因为主动弹劾大太监刘瑾被赶到贵州龙场去了，若不是因为刘瑾倒台，他可能此生都起复无望。
然而呢，他依然就那么做了。如果按照阶级论，王家也算是勋贵家族。如果为了自己的前程或者利益，完全没有必要去招惹当时如日中天的刘瑾。其实我想引导大家去思考一下，真正在我们的历史上，甚至现在主导着我们这个以国家为外壳的文明走向的，从来是不是都不是利益，而是道啊，是天道。那些不惜以身正道的文人，可以背叛阶级，却无法背叛良知，所以就一代代一个个前仆后继地修正着我们的历史进程里以利为先的这种畸变。其实如果深入的分析下去，不是我们在宋代或者明代有了工商手工业萌芽的时候闭关锁国，未能进入科技革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而是我们的文明本身对于以资为本就必然出现的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对人的剥削与压迫带有着天然的排斥。甚至如果我们跳出用西方中心主义的划分标准，我们至今都只能说我们是市场经济的，而非具有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的。因为以利为先，以资为本，在我们的文化内核里是没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这也是我对于一些很尊敬的老师动辄以国家资本主义来自我框定我们当下的发展现状是很不认同的。其实历史里不断出现的那些为民请命、被贬谪、被迫害，甚至不惜以死明志的士大夫们，他们背叛了自己的权贵阶级之后，在基层所创造的每一点贡献，经过实践后产生的每一次理论的迭代，得到当时和后代人民的每一点爱戴，其实都在推着我们的文明啊，趋向于人本而非资本。所谓资本其实就是权贵为本嘛，资源必然会富集于权贵手中，而我们的那些奉了天道的圣人们前仆后继的，都是在与这种不公在做斗争。王守仁在刘瑾倒台之后再次被启用，结果庙堂里的老爷们就发现这个人啊虽然是阶级的叛徒，但是他真好用啊，让他干啥都能成。一个书生剿匪很有两把刷子，他去的地方匪患没了，民生励志很快恢复，连文化都搞好了。于是先去漳州，又到赣南，再重议。王守仁把速战速决、攻心为上的战略运用的炉火纯青。其实仔细一看，王守仁真正的不二法门，其实就是对赣南地区的阶级分析：谁是主犯，谁是胁从，哪些是匪患的受益者，哪些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无论是剿匪还是后来的平叛宁王，都是以非常巧妙的方式，极小的损失取得了胜利。如今崇义县城修建的非常美丽，就是因为啊，在梅岭和阳明山之间很有种桃花源的那种感觉，路极狭厚，豁然开朗。整个县城都像是阳明先生的周边啊，文化墙上印着“致良知”3个大字，无心光明的牌匾题字随处可见。当年阳明先生就是在破崇义匪患时写下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良训，也是我这个账号名字的渊源。当时作为赣南巡抚的王守仁，在平定了匪患之后，大力兴建书院，促进教育，跟韩文公一样，一个人改变了一座城。其实归根结底是改变了一代人的教育，才改变了一个地区的历史，改变了那座城。而沿着苏东坡游览过的100江湾少一湾的上游江行至赣州的路上，景色和千岛湖畔的淳安非常相似。无论是当年最为困难穷的甚至让海瑞啊为了省点招待费不惜绑了胡宗宪的公子的淳安，还是目前作为中部省份下辖的一个小县城的上游，都是一派物富民丰、太平锦绣的模样。当真是快慰的。毫无疑问，我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确实很幸运的一起生在了又一个华夏的盛世，而盛世未来的发展脉络是我们的历史决定的。在迈进1555之前，其实我很建议诸位把我国自西周起经历的每一个盛世，汉唐宋明清的兵役与田赋制度是如何演变的，拿出来重新学习一下，这很有利于诸位理解盛世里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遵循怎样的一个脉络。因为兵役制度从古至今都是最为考验国家财政的难点，而田赋制度从井田制到屯田制、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和一条鞭法，旧法废止从来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兼并，而后新法产生都是为了适应当下的生产关系。而每一次进入盛世，我们都选择了同一个价值取向的财税改革方案，这不是偶然的相似，也不是独属于封建旧时代的政治文明，而是我们这个历史从未断绝的文明的来时路，是决定着我们未来选择的一个必然的指向。我认为啊，想要看懂现在的政策指引，必须要理解曾经每一个带来了盛世的财税改革的本质。这个主题呢，我也会在10月7号晚上7点的时候直播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欢迎大家预约我的直播哈。其实我也由衷的赞叹啊，我记得高中历史考试，土地、财税制度、兵役制度以及历代变法一直都是重点中的重点。现在长大了，真正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才发现这些高中时的必考内容其实就是国家运行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经验和
规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算是如果不做权贵你根本用不上的内容。但是如同那些先贤们，真正对我们的文明的贡献，不是构筑自己的个人的历史功绩，而是深刻地影响了历史上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是通过对人的改造实现了对历史的改造，进而实现了对于我们整个文化价值倾向的改造。那么曾经那些用分数锚定的考点，在我现在看起来，又何尝不是用整个教育系统发挥当年圣人们的功绩和作用呢？让每个人都有能力用知识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而非把某些真相专供给用得上的阶层。今天看见一句标语：一座赣州城，半部南宋史。无论是辛弃疾写下的《玉姑台下清江水》，还是文天祥的《虎头山下路，挥泪一钱舟》，这座充满了南宋人的不甘与对故国的追思的城池，如今已经挥散了愁绪。西北望长安，隔不隔着山，长安还是咱的长安。我总觉得代代人都是一样的聪慧的。南宋人未必不曾想象过，我们不仅有朝一日会有能力抵抗外侮，甚至有打击目标覆盖全球的一天。那历史与志气的接力如果不会停歇，我们的未来未必不会跳出周期率，实现人类大同的一日呀。那就让我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的畅想，欢度这个国庆节吧。祝大家节日愉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